海童装着看不到两个人打暗仗，他笑道：既如此，那我就叫2瓶好酒吧。我是不能喝酒的，为了我宝宝的健康成长，我家战印也很少再喝酒，只能让我们家老四陪杜小姐碰2杯了。老四，等会儿你可得好好的陪杜小姐喝2杯，你们俩想喝多少就喝，不用担心醉了的事，有我和你大哥在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他还冲杜雨萌眨眨眼，杜雨萌悄悄地回给他 OK 的手势。海童放心了，杜雨萌的酒量不会差。他是记着杜雨萌还要问战一阳到底想怎么样，担心杜雨萌喝醉了。既然杜雨萌说没事儿，那他就不管了。等好酒好菜上桌，杜雨萌亲自给战一阳倒了1杯酒。战先生，来，跟你碰1杯。战一阳没有与他碰杯，反而拿过了他的酒杯，并放在桌子上，对他说道：杜小姐，空腹喝酒很容易醉的，这酒是烈酒，喝的时候会觉得很好喝，但后劲很大，不知不觉间就让人醉得不省人事。先吃点菜，喝碗汤，再慢慢喝酒。说着，战一阳给杜雨萌盛了1碗汤，先喝碗汤。杜雨萌不喜欢喝汤，他在家里也很少喝汤，不过是战一阳给他盛的，他就给了战一阳面子。倒过蟹，拿起汤匙，他开始喝汤。喝了2口汤后，他对海童说道：海总，这汤味道真心不赖，我很少喝汤的，这汤好喝，不错。杜小姐觉得好喝，多喝点。我们习惯了先喝汤的，也习惯了餐餐都有汤，饮食习惯改不了。杜雨萌不是管城人，饮食习惯自然跟管城不同。不喜欢喝汤的人都夸这汤好喝，那就是真的好喝了。杜小姐今年多大？海童给外甥盛了半碗汤后，问了杜雨萌的年纪。我和海总同年的，我生日在年尾，比海总小几个月。那你以后叫我姐吧，不要海总海总的叫了。我与你也有缘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杜雨萌笑，行，那我以后叫你童姐，你也别杜小姐杜小姐的，大家都叫我雨萌或者萌萌的。战一阳看向大哥，大哥只顾着给大嫂和洋洋夹菜，并不看他，也不管2个女人聊什么。战一阳颇为无奈，大哥就是个宠妻狂魔，将大嫂宠上了天，凡事都顺着大嫂，得亏大嫂不是那种会是宠儿娇的人。海童和杜雨萌闲聊了几分钟后，就将主场还给战一阳了。他顾着吃饭，也悄悄地催着外甥快吃。战印在照顾着爱妻和小家伙时，也不忘填饱自己的肚子。3个人像比赛似的，很快便吃饱喝足。战一阳感觉自己才夹了几筷子的菜吃，刚喝完半碗汤，兄嫂已经放下了碗筷，说吃饱了。老四，我要下楼去散散步，消消食，你大哥陪着我，你带大嫂好好的招待杜小姐，你们慢慢吃，慢慢喝，等会儿我们再回来。要是喝醉了，他就负责把杜雨萌送回房里，没醉也是给他们俩好好的聊一聊。请战一阳过来吃饭，就是给杜雨萌安排的，让杜雨萌有机会当面问问战一阳到底是什么态度。萌萌，你慢慢吃，我们先下楼去走走。童姐这么快就吃饱了？海童笑了笑，说道：我夫妻俩吃饭的速度都很快，平时工作忙，吃饭都是争分夺秒的，就养成了这样的速度。杜雨萌理解的笑笑。海童牵着洋洋，暗示丈夫跟上。一行3人先溜出了总统套房，还很体贴的帮2个人关上了门。战印还吩咐着保镖们可以去吃饭了，不用在这里守着。战一阳和杜雨萌都明白，海童是特意给他们制造独处的机会。在房里只有2个人时，杜雨萌端起了自己的那杯酒，优雅地品尝着，视线却落在战一阳身上。战一阳暗叹一口气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他问杜雨萌：杜小姐有话想和我说？杜雨萌不说话，就是默默地喝酒，默默地看着他。这个男人长得很好看，听说他们战家的男儿都长得很好看。见到了他的大堂哥战少，战少也俊美非凡，不过战少看起来严肃，带上几分冷冽。
除了刚打招呼时看他2眼之后，就再也不看他。战少眼里只有海童姐，印证了传说。传说战少宠妻成狂，只爱海童一人。战少的气场也很大，这是战一阳比不上的。战一阳显得温和很多，在战少面前，战一阳还显得有点幼稚，不够成熟。没有战少在场，战一阳的优秀就显出来了。至少他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男性了。他对他好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让他沉沦；他不理他的时候，又让他气得很想揍他一顿。以为他是什么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想起他来就逗逗他，然后又撇下他跑得远远的。耍猴子也不是这样耍的。战一阳悄悄地换了位置。战先生挪位置做什么？杜雨萌开口了，他讽刺地问着战一阳。也不等战一阳回话，他说怕我一杯酒朝你泼过去吗？战一阳讪讪地笑，说道杜小姐的神色告诉我，你很想一杯酒泼过来，然后一拳头回来，把我揍得脸青鼻子肿的。战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是觉得对不起我吗？杜雨萌暂停喝酒，他晃动着酒杯，看着酒水在酒杯里划出漂亮的弧度，又以玩味的眼神看着战一阳。战一阳，杜小姐，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吧？语气不够肯定。战一阳还是心虚的。杜雨萌忽然重重地放下了酒杯，那动作太大，吓到了战一阳。战一阳做好了逃跑的准备，紧紧地盯着他的动作。杜雨萌起身朝战一阳勾勾手指，说到战先生坐得远了，我跟你说话费劲，你起来探过身来，方便我和你说话。我听力很好，杜小姐这样说话我也能听得见。战一阳坐着不动，臀下那张凳子好像被倒满了胶水似的，让他想动都动不了。杜雨萌立即拉开了椅子，几步便跨到了战一阳的身侧。战一阳，他现在弹起来溜之大吉，还来得及吗？战一阳没有逃，也来不及了，他只能强作镇定地坐在原位上，偏头看着身侧的杜雨萌，黑眸沉沉，让杜雨萌无法通过他的眼神猜测他心中所想。杜雨萌弯腰凑近战一阳的面前，两个人的距离拉得很近，近到战一阳都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。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香水，味道不浓，淡淡的也好闻。战一阳，杜雨萌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，你说，我听着。他一轻轻地回应他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对我抱着什么样的心态？对我的好是在追求我吗？既是追求我，为什么又不理我？战一阳眼神深深，抿了抿嘴巴后，低沉的道，你问了不止一句话。顿了顿，他说道，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，你会不会骂我？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混蛋？他是想追求他，也觉得他很不错，奶奶的眼光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如果没有那个他，战一阳就算不爱杜雨萌，也能和他搭伙过日子，还能过得不错的。有了那个他，他的张扬，他的胆大包天，他的侠肝义胆，他的古灵精怪，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深入他心房。他觉得他真正喜欢的是那个他，百变狐狸，而不是像杜雨萌这种豪门千金。杜雨萌美眸闪烁，大概也能猜到战一阳给不了他准确的答复。他站直了身子，两手插进了裤兜里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战一阳。战一阳微愣一下，觉得他此刻的动作神情有点像百变狐狸，不过狐狸散发出来的是痞气，杜雨萌散发出来的却是傲气，还是有不同的。战先生若是不喜欢我，为什么接近我，还对我那么好？以战先生的优秀，你该知道你对一个女人很好时，他是没有办法抵挡你的进攻的。不要跟我说只想把我当朋友，我是不相信男女之间有单纯的友情的。顿了顿，杜雨萌又说，或许会有，但那种单纯的友情很少很少。战先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以后我们就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
互不干涉了。杜雨萌不想一直被战一阳牵着走，他要弄清楚原因，然后做出一个选择。虽说这个男人很优秀，让他很心动，但他心不在他这里，他再心动也不会勉强他。酱扭的瓜儿不会甜，他还是明白的。战一阳沉默了片刻后，端起了酒杯，喝完了酒杯里的酒，又给自己满上了。他才低低地说道：“我们家兄弟但凡到了结婚年龄的，我奶奶都会给我们选定媳妇人选，然后给我们1年的时间去追妻。除了大哥，我二哥、三哥都是这样子。现在我二哥、三哥都算是抱得美人归的了，我排行第4，今年28岁，马上就29岁了，早到了结婚年龄。以往上面有几个哥哥当挡箭牌，催婚还催不到我头上来。如今上面3位哥哥都有了心爱的人儿，也就到我了。奶奶同样给我安排了人选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我奶奶什么时候看好的人，我只收到奶奶给我的一张相片以及女孩子简单的资料，就是姓名、年纪以及哪里人，就这么简单的资料，再多就没有了。奶奶说女人如书，让我们去当那个翻书的人，每翻开一页内容都不同，这样才能吸引着我们看下去。杜雨萌问他：“我就是你奶奶帮你选定的妻子人选？”战一阳老实的点头：“是你。”杜雨萌第一次听说还有老人家这样做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恋爱婚姻都自由了，还有长辈操纵着晚辈婚事的。很快杜雨萌想起了自己家的长辈们，他又默默地收回了自己刚刚的质疑。豪门里很多婚姻都是联姻，大多数都是由长辈操纵，他们没有太多的婚姻自由，看重的是利益，是2家联姻能为自己的公司带来多少的好处。你奶奶怎么会选中我？我都没有见过你奶奶。杜雨萌不解地问着。他是没有见过战老太太，或许见过，只是他没有印象。不过战老太太观察过他，了解过他，才会将他选为4孙子的妻子，将相片交给了战一阳，让战一阳去追求杜雨萌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奶奶虽说一把年纪了，但还经常到处跑，我们管都管不了她，还好她老人家身体很好，保养得不错，看上去60岁左右。战一阳也不知道奶奶是怎么选中杜雨萌的，不仅是杜雨萌好奇，乔涵和宁云初也曾经好奇过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被战老太太看中，所以你才会与我相识，然后追求我。你对我做的事，说不是追求，你都不信吧？战一阳抿抿唇后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我承认，我是追求过你，也发觉他很不错，各方面与他般配。可是，那你为什么又要隔一段时间消失不见，不搭理我，跟我玩顾擒欲纵吗？战一阳不说话，他不是玩顾擒欲纵，只是发觉自己更喜欢和狐狸在一起，但又不想让奶奶失望，所以逼着自己又去接近杜雨萌，追求杜雨萌，想培养感情，效果不明显呀。他依旧更喜欢和狐狸在一起，还是你另有所爱？杜雨萌又不傻，哪有看不出战一阳的纠结？我现在也没有摸清自己的心。战一阳苦笑地道：“杜小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对不起你，时儿对你好，时儿不理你，你会来找我大嫂告状，我也能理解的。杜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。”战一阳真诚地向杜雨萌道歉。他说了老实话，杜雨萌反而不生气了。他坐回了原位，在战一阳的对面，又喝完了酒杯的酒。示意战一阳将酒壶转给他，他自顾自地给自己满了一杯酒，再端起酒杯，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，边喝酒边看着对面的战一阳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是谁？杜雨萌忽然问道。我想知情，我的情敌是谁？我要与他决一高下，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。杜雨萌不想就这样放弃战一阳，而是想跟情敌公平竞争，直到战一阳做出选择为止。战一阳沉默。杜雨萌挑眉，怎么战先生护着他，连他是谁都不敢让我知道？放心，我只会与他公平竞争，
不会耍手段去害他，我还不屑于那样做。不过是为了个男人而已，我是第一次这般喜欢一个男人，才愿意争一争，换成第二个男人，我直接就成人之美，让给情敌。杜雨萌看中的不仅仅是战一阳这个人，还有战一阳背后的战家。战家的好家风是出了名的，家中长辈都很开明，不管小辈做任何事，长辈们都会支持。就算不支持，也不会像其他家长那样强势的阻拦。还有就是战家的男人特别宠妻，对感情及婚姻从一而终。难得有情郎，是女人，谁不希望嫁个对自己从一而终的好男人？所以杜雨萌想争取一下，实在是争取不过来，说明他与战家无缘了。不争一下，就这样放弃认输，他怕自己将来会后悔。他向来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战一阳还是不说话，他不知道狐狸的名字，心都落了一半在对方身上，结果他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杜雨萌当他是护着他的情敌，颇有点吃醋，倒也没有再问下去，只是说到战先生越是护着他，我越好奇，越想知道是谁能把我杜雨萌比下去。无妨，总有一天我会知道我的情敌是何方神圣的。他朝战一阳举杯，战先生，来，咱们喝2杯。战一阳端起了酒杯，人跟着站起来，探过身子去与他碰了碰杯，然后看着他一饮而尽。杜雨萌不再跟战一阳谈情说爱，而是边夹菜吃边喝酒，时不时跟战一阳谈谈股票，谈谈什么项目更值得投资。他不像欧阳雅那般是家族企业的当家人，但也一毕业就进入了家族企业磨练，从基层做起，现在也担任几家分公司的总经理，算是女强人。杜雨萌酒量也不错，酒的后劲很大，杜雨萌的脸色渐渐泛红，说话也有点打结了。战一阳还好，在杜雨萌又给他自己满了一杯酒时，战一阳劝阻他，杜小姐不要再喝了，你已经醉了。我没醉，我还没醉呢，这酒好喝。你们管城大酒店果然名不虚传，饭菜好吃，酒也好喝，好喝。杜雨萌端起酒杯，又喝了一口酒水，夸赞着海童叫的酒很好喝。这酒是好喝，但后劲足，你已经有了醉意，再喝下去你就醉得不省人事了。我真醉得不省人事，就麻烦战先生送我回房里休息，我就住在管城大酒店。战一阳无奈的道，这是小事，醉了你明天起来会头痛欲裂，难受得很。他独自前来管城，不舒服，没有人照顾他。杜雨萌听不进劝，自顾自的夹菜吃，喝着酒，劝不了他。战一阳只能无奈的看着他，等着他醉倒。他是不再喝，再喝2个都醉倒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，杜雨萌就趴在桌子上不动了。战一阳起身走到他的身边，轻推着他，杜小姐，杜雨萌。他不动，被周公紧紧拉住，也回不来。叫你别喝了，不听劝，现在醉了吧，明天醒来才是痛苦的时候。战一阳无奈地戳了戳杜雨萌的脸，就认命地抱起了杜雨萌，抱着她走出总统套房。他不知道杜雨萌住在哪间房。他停下来，放下杜雨萌，单手架扶着她，腾出一只手摸出手机打电话给海童。海童很快接听他的电话，大嫂，杜小姐住在几号房？海童答道，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几号房，她只告诉我她是住在管城大酒店。雨萌喝醉了，你等等，我帮你问问。海童偏头就对丈夫说道，老公，你去问问雨萌住在几号房，她喝醉了，老四送她回房。战印俊脸绷紧，不是很情愿的去问，但在海童的催促下，他嘀嘀咕咕的牵着洋洋走了。很快又回来，战一阳已经先结束通话。问到了吗？我告诉老四了。战印还是绷着脸。他说到我去问的时候，前台看着我，眼神是怀疑我出轨了似的。我不得不解释说是老四要送杜小姐回房，我是帮老四问的。海童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，
她亲热地挽上了丈夫的手臂，甜笑着解释清楚就行了，他们怀疑不怀疑，又不会影响咱们的感情，只要我不怀疑你就行。以后别让我去做那样的事情，老四的事让老四自己解决，凭什么要我去帮他？当初我可没有人帮我，都是靠我的真诚，靠我的深情才打动你的芳心。好好好，以后这种事情我去做，不让你被别人误会。老四是你弟弟吗？兄弟之间能帮就帮了，难道你不想老四幸福？是，你当初就是靠着你高超的骗术，把我骗得芳心暗许的。一提到骗字，战印就蔫了。老婆，咱们不翻旧账哈。我不生气了。海童笑，就知道我老公是个大度的人，不会随便生气的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要忙吧？我带洋洋先回家。战印叹口气说道，我也很想现在就回家，但是还有些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没事，我又不是不认识路，我在家里等你。年底了，各大公司都忙，他自己也忙，更不要说战印了。出了酒店，战印送老婆上车，叮嘱着回去后早点休息，不用等我，我今晚可能会很晚才能回去，我等累了会睡的。那你注意点，别喝太多的酒。海童也叮嘱了丈夫几句。战印浅笑，我不想喝，没有人能让我喝酒。他伸手捂住了洋洋的眼睛，然后快速地在海童的唇上亲了亲。洋洋忽然被捂住眼睛，本能地用2只小手去扳着姨丈的大手。战印亲完了，也就顺势地让他扳开大手了。姨丈，你捂我眼睛做什么？我都看不见了。洋洋抱怨着。我看到有只蚊子在洋洋的眉心，姨丈就想帮你拍死蚊子，所以捂了一下你的眼睛。骗小孩，战印骗的那叫一个炉火炖青。洋洋哦了一声，相信了姨丈的说辞。不过他问了句，姨丈，那只蚊子呢？战印手掌摊开，让洋洋看。洋洋没看到有蚊子，蚊子飞走了，姨丈出手有点慢，没有拍死他。洋洋又哦了一声。海童直乐，小孩子再聪明，终究是个小孩子，还是斗不过大人的。洋洋，姨丈要去做事了，我们先回家跟姨丈说再见。洋洋立即向战印挥挥他的小手，脆声说道，姨丈再见，回去后早点休息哦，要听小姨的话，不能闹你小姨，听话点。很快放寒假了，放寒假就送你去风尘山庄和龙庭玩。洋洋赶紧保证，我不会闹小姨的，我会乖乖的。老公，你快去忙吧，我们走了。海童催着战印去做事，然后吩咐司机开车。战印站在那里，目送着车子载着爱妻离开。远去，他才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子。对于战义阳和杜雨萌的事，战印都没有多问一句。杜雨萌喝醉了，战义阳会送他回房间。战义阳送杜雨萌回到他的房间，帮他脱掉了外套、鞋袜，帮他调整好睡姿，他就准备离开。杜雨萌忽然坐了起来，随即就吐。战义阳想拿垃圾桶给他都来不及了，只能看着他吐的一地都是，连床上都弄脏了。他看着也想吐，还真的吐了。他捂着嘴巴冲进洗手间里，吐了个天昏地暗，好一会儿才捂着嘴鼻出来。杜雨萌吐完后又倒回床上了。战义阳走到床的另一边，避免看到他的呕吐物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拉扶起杜雨萌，再抱着他转身就跑。跑出了房间，他放下杜雨萌，让杜雨萌靠在他身上，然后打电话给酒店的经理，让经理帮他安排清洁阿姨过来清扫房间。醉了还会吐，你还要喝那么多酒，以后只要跟我在一起，就不准你喝醉。战义阳看着靠着自己的杜雨萌，有点无奈地捏一把他的脸，看他穿着单薄，又担心他会受凉。房间里开着暖气，不会冷，但在外面还是冷的，特别是到了晚上，气温比白天都要低上几度，甚至10几度。战义阳只得脱下自己的外套，披到了杜雨萌的身上。很快，清洁阿姨过来了。
清洁需要时间，战义阳不乐意在这里等着，便驾扶着杜雨萌回到位于顶楼的总统套房里，让杜雨萌在次间里休息。躺下没2分钟，杜雨萌又叫喊着要喝水，他眼睛都没有睁开。战义阳只得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在床沿上坐下，再扶起他，让他喝水。喝完了水，杜雨萌又倒头大睡。战义阳现在不敢离开，生怕他又会吐，也怕他半夜口渴要喝水，交给别人照顾他也不放心。他孤身一人跑到管城来，也是为了他。在管城，他的安全他得负责，不管他以后会不会娶她，这是奶奶给他安排的妻子人选。要是在管城出了什么事，不说杜家人找他麻烦，就是奶奶那里也会揍他一顿。战义阳给大哥打电话，等战印接听他的电话了，他请求着：大哥，我在你的套房里住一晚，可以吗？除了我的主卧，其他房间你随便睡。战印没有拒绝他，但不允许他睡主卧。战印平时在这套房里留宿，都是住的主卧。好，谢谢大哥。杜小姐怎么了？醉得一塌糊涂，一会儿吐，一会儿说口渴，我不好离开，只得留在酒店里过夜。等到快天亮时，我送她回她的房间，再离开，免得她知道我和她同住一室，借此赖上我。战印默了一下后说道：你要是考虑清楚，决定不娶她，不考虑她了，最好是那样做，不要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。战义阳有点头痛的道：大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她其实很不错，奶奶的眼光错不了，我与她相处也能处得来，但是我似乎更喜欢和狐狸在一起。狐狸就是在我梦里与我纠缠不休的那个女子，她有个外号叫做百变狐狸，可能是擅长化妆吧。我还不知道她的真名，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，连她的行踪都摸不准。她很有神秘感，也勾出我的征服欲。战印，你连别人的名字都还不知道，就先丢了心。她是不是和望城兰家的当家夫人有关系？望城兰家的当家夫人是穆晴的亲嫂子，也是 A 氏许家的二小姐，她就是双面人。许二小姐的师傅跟君家四少奶奶的师傅是老相识，都是几十年前纵横江湖的高人，虽说早就退隐了几十年，依旧留下他们的传说。战义阳，兰家主夫人是双面人，那是她善于伪装。狐狸的外号是百变，我觉得她应该是擅长化妆，像易容那样吧，应该是和君家二少奶奶是一类人。君家二少奶奶宁雨辰是出了名的高级化妆师，化妆技术高超到那种程度，据说经她一双巧手改头换面后，能让亲妈都认不出来的。战印不说话了，在弟弟提到君家二少奶奶时，战印脑里灵光一现，奶奶给老四选定了杜雨萌，但老四又梦到另一个女孩子，并与那个女孩子纠缠不休。老四找过奶奶要求换人的，但是奶奶让他自己去处理。奶奶那样的老狐狸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他和老二老三都翻不出奶奶的五指山，老四能翻出来？做梦！奶奶既然选定了杜雨萌，这个杜雨萌就不简单。战印就是忽然想到杜雨萌会不会以另一副面容、另一种身份接触了老四，让老四爱上了另一个他。战印是想到了这一点，不过他并没有提点战义阳。奶奶都不提点呢，他多什么嘴？就让老四自己去折腾，自己去发现呗，看看他能不能证明杜雨萌就是狐狸。若是两者不是一个人，就当他猜错了，反正此事与他无关。事不关己，战印是高高挂起。他现在回家有老婆热炕头了，明年孩子出生，他的小家庭就完满了。X 省的 A 市，战远在所有菜都上完后，便在厨房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，拿出手机在刷新闻打发时间。他需要等待一个结果，忙了一个下午，应该说他从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为今晚这顿饭在做准备了。傍晚，正主终于回来，略等了片刻后，
他下午做出来的饭菜，便被佣人一一端了出去。他不用出去，等着欧阳雅品尝完他做的饭菜后，若是欧阳雅满意的话，想见一见他才会叫他出去。未得到通知，他就要在厨房里待着，直到欧阳家的主人们都散去了，他便离开。虽说战远对于自己的厨艺很有信心，不过等到外面天色都黑了，他还没有等到欧阳雅见他。他虽然还在淡定地刷着新闻，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有点紧张的。他可不想像唐先生那般来3次。唐先生花费了那么多年，都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。这一次失败后，唐先生说他不会再来，一是没有信心了，二是年纪渐大。餐厅里，欧阳家的人早已经放下了碗筷，欧阳雅也在用餐巾纸擦拭着嘴巴。他身边的母亲关心地问道：“阿雅，你觉得这位应试者做的饭菜怎么样？”不等欧阳雅答话，欧阳太太就说道：“妈觉得他可以，要不就录取他吧。”欧阳雅的亲弟弟瘫坐在椅子上，边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边说道：“大姐，我吃撑了，这顿饭太好吃，我好久没有吃得这么撑的了。”欧阳雅伸手过去轻弹一下弟弟的肚子，眼底有着笑意，说：“他又没有饿过你，还吃撑，怕吃了这顿就没有下顿吗？坐一会儿就出去散散步，消消食。”他又摸了一下弟弟的肚子，觉得弟弟是吃得太饱了，小肚子圆滚滚的了。再看堂弟也是一个样，小兄弟俩年纪差不多，一个6岁，一个5岁，天天在一起疯玩。大姐，你陪我好不好？小家伙想着大姐都回家吃饭了，就是下班不用做事的了，立即抓搂住姐姐的手臂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大姐，一闪一闪的，让人难以拒绝呀。阿俊，你大姐等会儿还要出去的，等会儿妈陪你出去走走，吹吹冷风。欧阳太太连忙说着儿子，不要影响大女儿的工作。欧阳家阴盛阳衰，她也是一把年纪了，很意外的怀上了老小，生下来是个儿子。那是欧阳家这一辈的第一个男丁，自是宝贝的很。只是儿子太小，丈夫年纪渐大，精力不足，难以再打理宠大的家族公司，只得让长女挑重担了。以前丈夫有多忙，她是知道的。长女由于是女孩子，接管家族企业后，付出的更多更忙，她这个当妈的看着都心疼。欧阳俊嘟着嘴看着欧阳雅，我就想大姐陪我。大姐天天都上班，我早上起来，大姐都不在家了，晚上我睡着了，大姐还没有回来，大姐有多长时间没有陪过我玩了？小家伙最喜欢的不是父母，却是长姐欧阳雅。不过最害怕的也是长姐，不仅她害怕，堂弟也很怕大姐。明明大姐不像三姐那般冷漠，可是他们就是怕大姐。欧阳雅温声笑道：“过2天大姐才有空陪你玩，今晚大姐还有事情要处理的，等下大姐就要出去了。”欧阳俊的嘴巴翘的都可以挂上2斤猪肉了。阿俊觉得今晚的饭菜很好吃。欧阳雅问着弟弟：“好吃，很好吃。”小堂弟也附和着：“好吃，很好吃，大姐，我以后天天来你家里吃饭，可以吗？”欧阳雅笑道：“你想过来就来，不过你和阿俊要认真吃饭，不能顾着玩。”小兄弟俩聚在一起，简直就是2只孙猴子，大闹天宫。由于这一辈只有小兄弟俩男丁，大家都宠着他们。他们几个年长的姐姐不在家，2小只真能上房揭瓦。别指望着长辈们管他们，他们要上房揭瓦，长辈们还会给他们扶梯子呢。知道了，我和哥哥很听话的。行，你们俩出去玩，要穿着外套，屋外冷。小兄弟俩很开心地牵着手跑了。等2个弟弟都出去玩了，欧阳雅吩咐着管家江叔：“我想见一见战远。”江叔恭敬地应着：“大小姐，我马上就叫战远出来见你。”欧阳雅嗯着，他起身走出了餐厅。他一走，大家也都跟着出去，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。
欧阳雅想见一见今天的复试者，欧阳家的人就知道今天的复试者有很大的机会被聘上。不得不说，今晚的晚餐让他们一大家子都很满意，因为欧阳雅的嘴巴挑，家里的厨师经常都会换人，他们跟着欧阳雅天天吃的都是最好厨师烧的菜。虽说他们的嘴巴不像欧阳雅那么挑，不过菜好不好，他们也能说出个一二来。江叔笑眯眯地走进了厨房里，看到战远坐在一张凳子上，拿着手机在玩着，他走过去。战远听到脚步声，视线从手机上移开，见是江叔，他便将手机一揣进了裤兜里，人跟着站起来。江叔还挺喜欢这个年轻的厨师，很有礼貌，一举一动都尽显他极好的修养。要不是看着战远从初试到复试，江叔都以为战远是豪门里的少爷。可以说战远是他目前见过最好修养的厨师了。战远，大小姐他们用完了餐，现在大少姐想见见你。末了，江叔压低声音小声说道，我觉得你有希望被聘上。战远是第一个复试的人，也是第一个在饭后就能见到大小姐的人。以往那些人前来应选，等所有复试者都表演过厨艺后，大小姐还要反复对比，最后才会选定厨艺最好的那个，然后见一见面，问些问题，便是通过的了。战远也没有欣喜若狂，他还是很淡定，对江叔依旧尊敬有礼。他说道，未听到大小姐说我通过了复试，通知我明天上班，我都还没有成功。哪怕他自信得很，谁知道会不会出意外。